众所周知，印度在岛孤像核潜艇这种大型武器装备方面一直很有喜剧人的天赋。曾经不仅开着从俄罗斯租赁过来的阿库拉2级攻击核潜艇撞上海底，导致声纳罩严重受损，还因为操作不当，差点搞沉自己家首款战略级核潜艇歼敌者号。近期，印度海军又整出新动静，他们准备在南部安德拉邦加紧建造一个专门的核潜艇基地，号称要为高度敏感的战略核潜艇部队打造一个安全堡垒。这个被称为瓦尔沙或兰比利的基地，距离维沙卡珀特南海军司令部不远，设计巧妙，包含隐蔽的潜艇洞库和阻拦网。据说能让印度的核潜艇在不被间谍卫星发现的情况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孟加拉湾，甚至瞄准马六甲海峡更远的目标进行威慑巡逻。这项工程的第一阶段已接近完工，而印度也计划在2025年晚些时候交付第3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阿里达曼号。那么这个安全堡垒的背后，印度的核潜艇部队究竟实力如何，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剖析一下印度的歼敌者级核潜艇。要说印度这核潜艇的梦，那可是做了半个多世纪了。1971年第3次印巴战争中，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进入孟加拉湾进行威慑，而苏联派遣了一艘核动力潜艇进行回应。这一事件让印度深刻体会到了核潜艇的强大作用。自此，印度便萌生了发展自己的核潜艇的念头。项目一开始，印度政府将设计任务交给了原子能部，结果1年时间烧掉10亿卢比，设计方案却被证明完全不可行。直到1985年，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介入，项目更名为先进技术舰艇，才算步入正轨。但即便军方接手，项目进展依然缓慢，印度依然不得不向俄罗斯寻求大量技术援助，甚至歼敌者号的83兆瓦压水反应堆也是在俄罗斯 VM5 反应堆基础上改进而来。与其他核大国通常先发展技术难度较低的攻击型核潜艇，再在此基础上改进战略核潜艇不同，印度海军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，直接瞄准了战略核潜艇。原因很简单，当时印度的空基和陆基核力量已有所发展，但海基核能力却最为薄弱，甚至一度只能在轻型护卫舰上搭载近程弹道导弹来凑数，实战意义不大。经过漫长的等待和俄苏两国的帮助，该系列第1艘核潜艇歼敌者号终于在1998年开工建造，并于2009年下水。然而，真正的服役却是等到2016年8月，而且还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。那么，歼敌者号的性能究竟如何呢？它排水量约为6000吨，艇长111米左右，水下最高航速可达24节。这个吨位在全球战略核潜艇家族里，那可是实打实的袖珍型。要知道，美俄的主力战略核潜艇排水量动辄上万甚至2万多吨。它的武器系统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和4具垂直发射管，这些发射管可以灵活搭载12枚较小的 K-15潜射弹道导弹，或者4枚射程更远的 K4 导弹，其中 K-15导弹射程仅为750公里，这在战略核潜艇的导弹中几乎是倒数第一。试想一下，美国俄亥俄级能带24枚射程超过12000公里的3叉戟导弹，俄罗斯的北方之神级也能带16枚射程超过8000公里的布拉瓦导弹。相比之下， K-15的射程意味着歼敌者号必须冒险靠近敌方海岸线才能打击主要目标，这大大增加了其被发现的风险。因此 K-15更多被视为一种过渡性武器，主要用来积累操作经验，而且搭载的83兆瓦压水反应堆功率也是主要核潜艇中最低的。
总体而言，歼敌者号的综合性能偏低，与世界主流的万吨艇加万里弹标准相去甚远。然而，这艘举国投入、耗资巨大的歼敌者号，在服役后不久就遭遇了一件令人感到离谱的事故。在2017年初，据印度媒体披露，仅仅因为一名水兵忘记关闭潜艇后侧的一个舱口，导致海水大量倒灌，淹没了推进舱，造成严重的设备损坏。这次人为失误让歼敌者号瘫痪长达10个月之久。修理的过程几乎等于重造一艘潜艇。据称，由于泡过海水的管道为核反应堆的冷却剂输送加压水，如果不替换，可能对船员、潜艇和潜艇设计搭载的核武器造成潜在伤害。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印度海军在操作和管理上的严重问题，也让外界对其先进武器的运用能力产生了质疑。印度海军的粗心并非个例，为了弥补国产核潜艇的不足，同时培养操作核潜艇的经验和人才。早在1988年，印度就曾从苏联租用了一艘查理级攻击核潜艇，命名为查克拉号，租期3年。2012年，印度又从俄罗斯租借了一艘更先进的阿库拉2级攻击核潜艇，并命名为查克拉2号。这份为期10年的租约耗资近10亿美元。然而，查克拉2号在印度海军的服役生涯也充满了波折。在2008年，该潜艇在俄罗斯海试期间就曾因误操作发生火灾，消防系统启动释放大量氟利昂气体，造成20人死亡。2017年10月，该潜艇在进入维沙卡帕特南港时撞上海底，艇首声纳罩被撞出了一个大洞。更尴尬的是，印度自己修不了这种高级货，不得不花6亿美元请俄罗斯专家来修，修了整整半年。修好还没用多久，在2020年的一次巡逻任务中，查克拉2号的高压气瓶发生爆炸，严重损坏了艇身、声纳和鱼雷发射系统。印度评估后认为自身难以修复，请俄罗斯修复成本过高，耗时过长，而且这个时候离租赁结束仅剩2年。最终在简单的修理过后，印度选择提前10个月，以动力和维护问题越来越不可靠的理由，将这艘核潜艇归还给俄罗斯。俄罗斯方面想必哭笑不得，了解情况后，甚至考虑直接将其退役拆解。不得不说，印度海军在折腾武器这方面真有一手。这些事件也都暴露出印度在高端军事装备操作、维护和管理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。即便如此，印度在核潜艇领域前进的步伐并未停止。印度海军深知要真正实现可靠的2次核打击能力，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舰队。2024年8月，第2艘歼敌者级核潜艇密敌者号正式入役。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·辛格在服役仪式上表示，密敌者号核潜艇将进一步加强印度的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，增强核威慑，有助于在该地区建立战略平衡与和平。印度也因此成为继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等国之后，全球第6个拥有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。虽然密敌者号在排水量和核反应堆功率上与歼敌者号保持一致，但印度国防部声称，经过本土技术改进，它比首舰明显更先进，在推进技术、作战效能和隐蔽性上都有所提升。它同样配备了4个导弹发射管，可以携带12枚 K-15导弹，或者4枚射程更远的 K-4潜射弹道导弹。经过研制，K-4导弹的射程达到3500公里，这正是为了弥补 K-15射程过短的劣势。尽管在数量上有所牺牲，但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印度水下核威慑的范围。关于密敌者号是否能携带更多 K-15导弹，或者垂直发射管直径是否更大，外界仍有争议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它的服役标志着印度在海基核力量建设上又迈出了一步。印度海军的雄心远不止于此。第3艘歼敌者级核潜艇，代号阿里达曼号，已于2021年11月下水，
预计将于2025年服役，它的排水量将进一步增加到7000至7700吨，并将能够携带更多的 K4 导弹。按照国际经验，一个国家至少应建造3艘战略核潜艇，以确保任何时候都有潜艇出海执勤。此外，目前与密迪者号配套的 K-15导弹射程较短，如限定在印度洋水域发射，则无法完全覆盖周边重要目标。即便瞄准巴基斯坦内陆地区，印度潜艇也不得不挑战对手的沿岸防御体系。因此，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战略威慑，印度需要更多、更大的潜艇和性能更强的导弹。据《印度斯坦时报》报道，印度海军已规划了代号 S4 和 S5 的2款改进型战略核潜艇，其中 S4 型的排水量和艇体长度分别增加到7700吨和125米，最多可搭载8枚射程5000公里级别的导弹。在此基础上 ，S5 型潜艇的排水量将进一步增加至 1.5万吨，搭载12到16枚导弹，并首次采用分导式弹头。2024年10月，印度第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已下水，搭载射程更远的 K5 和 K6 系列导弹，射程预计将达到5000至6000公里，甚至可能具备分导式多弹头能力。此外，为了保护这些未来战略装备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，印度海军还在积极发展攻击型核潜艇。2024年年底，印度内阁批准了代号为75阿尔法的项目，计划在国内建造6艘本土设计的核攻击潜艇。海军参谋长表示，第1艘核攻击潜艇可能在2036年前交付，2年内再交付1艘，总投资约为170亿美元。这些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任务是为战略核潜艇和航母编队提供掩护。在自主建造的同时，印度也继续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。2019年，印度又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30亿美元的协议，租用另1艘阿库拉级核潜艇，命名为查克拉3号，预计2025年交付，租期10年。这表明，在国产核潜艇完全形成战斗力之前，印度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补充。总的来说，印度在核潜艇领域的投入和雄心毋庸置疑，也取得了一定进展。作为全球第6个拥有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，然而，正如一位印度前海军官员所说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，但与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等主要核大国相比，印度核潜艇在吨位、导弹射程与载弹量、静音性能以及操作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一些专家认为，要真正形成持续可靠的海基核威慑力量，印度至少需要4艘战略核潜艇，并具备性能优异的远程潜射导弹。这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，更需要管理和操作水平的全面提升，包括最近核潜艇基地的建设。这个安全堡垒最终能建成多坚固，还要看印度能否真正补齐工业基础、人才培养和管理水平的短板。而印度要真正缩小与世界强国在水下力量上的差距，实现其有声有色大国的抱负，依然是任重道远。未来10年，印度核潜艇的发展之路依然充满了挑战与未知，它能否真正成为海洋上的大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